你知道吗？要证明系统是否真实存在，有多少种办法？问搜索引擎，查实体资料，亦或者直接戳戳看？不，上面的方法都不是100%可信。云华医院到了，请从地铁左侧下车。我的信仰只有科学，我要用科学的方式证明，这个系统并不是我的幻觉。首先是肉体检查，血液检查是否是由食物中毒引起的幻觉 ，CT 检查脑部是否有器质性病变，眼部检查眼睛是否存在病变。看来肉体上一切正常，现在该回学校拿心理学测试的结果了。快看，是林然学长。林然学长上学期又是1等奖学金吧？长得这么帅，成绩还这么好，学长真的好帅耶！107、108，从校门口到这里，已经经过108个人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只有我能看到他。只在小说和漫画中听说过的系统，居然真的出现在了我面前。难道是最近压力太大，心理出了问题？精神测试确实很有必要。专业的测试表之前已经填写完成，可以直接去查最后的测试结果了。谁啊？不知道现在是午休时。林学弟，你来了呀？学姐，又得麻烦你借我一下设备了。哎呀，小事一桩，林学弟不用太客气。咱们别站在门口了，来，请进，快请进。对了，林学弟，你的身体还好吧？挺好的。学姐，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听说你上午去拍了 CT 跟核磁共振，我就是偶然间听说的。那个，我想写点东西，所以就去做了个检查。学姐，你看到 CT 的结果了吗？怎么样？挺好看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挺好的，很年轻，很有活力，完全没有问题。哦，没问题就好。说人家脑子挺好看的，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千万别被当成怪人了。话说，就是这台机器吗？没错，就是它。这台机器装载了 SPSS 20.0统计软件，只要数据够，用我们做的插件就能做 DSM-4 精神分裂诊断。你要的 CQB、BDI、PDI 和 SERAS 的评定，全部正常。OK， 所有设置都已经给你调整好了。我还有点事，后面就看你自己的啦，小学弟。全部的心理学测试表都在这里了，只要按照学姐之前教我的步骤输入运算，就能判断出我的精神层面有没有问题了。你问我会不会有些小题大做？完全不会，交叉验证才是科学的正伪手段。话说回来，如果我的确没有病的话，那个新手大礼包里面究竟会是什么呢？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的标准值是128.05加减26.5，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才算是正常，而我的是154，还好，差0.55才算是精神病。这么说来，我在精神上完全正常。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真的了。新手大礼包。是吗？就让我一探究竟吧。礼包传输中。这正在打开新手大礼包，大师级对接缝合法获得。就一个缝合法，是不是有点吝啬了？单纯间断缝合法、十字缝合法、表皮下缝合法、压挤缝合法、单纯连续缝合法、连续锁边缝合法。对接缝合法共计6种，获得。种类再多，也就是一种缝合法而已。
内翻缝合和张力缝合都要另学，你就不能给我点其他的，比如3090显卡？不能。为啥？医疗系统只传授医术。那么这个大师级又是什么意思？技术分级自低到高为入门、专精、大师和完美。大师是第3级。你的新手大礼包里只有缝合法？是的。只有缝合法？是的。没有3090？是的。经过我的图灵测试，这系统背后不像是做了个人。同样的问题，正常人即使不骂人，多数也会说些我已经说过了之类的话。会下棋吗？不会，问了这么多次不烦啊？只有机械的程式才会一直按部就班的回答。会下棋吗？不会。既然如此，那就来试试这大师级缝合法了。双手似乎比以往更稳一些。专业课上讲过，竞争平和，确保针剂，才不会对皮肤造成新的创伤。这种感觉，好像针头与橡胶表皮触碰的瞬间，脑海中就闪过无数信息，并不需要考虑，手腕轻轻一旋，针就穿过去了，无比丝滑。完成，两针之间的间距完全相等，缝合也都偏向一边，花费的时间也是理想的完美时间。这只是大师级的缝合术吗？在这之上的完美级别又是什么样呢？还真是令人期待啊！之前也不是没来过，为啥今天就这么心潮澎湃呢？因为上次你是来做痔疮手术的呗，你说是吧，老林？有人来了。欢迎来到云华，同学们。实习第1天从练功房开始，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表现了。云华的练功房肯定比我家的诊所好很多吧？今天由康医生来带你们，他可是咱们云华手术科的知名主刀，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做外科医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基础中的基础——缝合。缝合？缝合呢，你们在学校肯定也没少练。不过到了这里，还请大家忘掉之前过家家一样的书本知识。新进医生想上手术台，基本要求是从练功房出关。出关的标准就是完成10只小白鼠的尾部血管缝合。哇！每年都要经历一遍，看着他们兴奋的表情，竟然觉得这些小东西有点可爱了。断尾续接难到什么程度？把每年数百名省内其他医院过来的医生都算上，能完成断尾续接血流通过率95%要求的，一只手都能数过来。而你们实习生的一次通过率是0。酸度加多，瞧不起人啊啊！不服气？好，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打打我的脸？这缝合术啊，咱们都练了多久了？怎么就一定不行？是吧，老林？不一样，我们都是用橡胶柚子来练习的。那就这位同学吧。我吗？对。你太紧张了，放轻松，保持呼吸稳定，手稳住，进针，拖得越久，抖得就越厉害。进针呢，同学。我把血管戳断了。怎么样？缝合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吧？白鼠尾部血管直径大约只有0.5毫米，果然不像缝香蕉柚子那么简单。还不服气？再来一个试试呗。就这位同学吧。好。这豆豆兄也太惨了吧！哎呀，哎，你说现在进去的这位仁兄能好一点，还是比他更惨？下一位同学开始之前，康医生会先给大家做一次示范，你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掌握其中的诀窍。快看快看，老林已经换好衣服了。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万一影响到了人家发挥怎么办？康医生，我准备好了。练习断尾接续时，一般我们将白鼠尾部切成60到80段。今天情况特殊，就少切一点。我先用最简单的缝合方式做个示范，你注意看，由外旋进，
用万臂力。拔针时要这样。白鼠的断尾续接，说白了就是血管吻合术，将断开的血管缝合起来。需要在细小的血管截面上缝合6到8针，从而保证血流通畅，不受阻碍又不渗漏。还要注意不能产生空腔和死腔。唉，实习生就是实习生，眼睛在看哪里啊？觉得理论知识已经攒够，前辈的示范多此一举，对吧？这种满不在乎我上我也行的自傲，哼，马上就让你知道书本外的真实世界。实习生同学，我示范的这种缝一针打一个结的方式，名字你知道吧？单纯间断缝合，以前在学校最常用的就是这种。这样啊，练过就太好了。下面你来试试吧。示范这就结束了？还想再多看一会儿呢。那我开始了。也好，能在知名主刀医生面前做手术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哼，下针算稳，手也不抖，看来的确练过。很好，针线没有任何阻碍感，像是顺着丝绸在滑行。针与镊子的配合，与心念的动向达到了同频。如果没记错，这次的速度超过了我以前最好的记录。现在持针前打结，血管竟没有丝毫的颤动，比在学校练习时好的太多了。你们快看，林然好像完成一个吻合点的缝合了。什么？这么快就完成了一个吻合点？这种缝合，就算是专门练过显微手术的医生，省内比我快的也没几个。他一个实习生，怎么可能？这小伙子的速度居然超过了康医生，真是不可思议。康医生，我做完了。真的做完了，干净利落，井然有序。不得不承认，确实缝得很好。没有牛人前辈指导，没有充沛的手术量，要练成这种水平绝无可能。难道你之前在哪家医院实习的？我就是偶尔在自家开的小诊所帮忙，叫下沟诊所。什么？你家的小诊所得多多少根手指，才能养出这么夸张的缝合水平啊？哈哈，凌然同学是吧？缝合术掌握的相当不错。接下来轮转的时候，你想去哪个科室？你们刚才听到了吗？主任居然让林然自己选择轮转科室。还有这种好事啊？大部分医院对新人的要求都很苛刻，实习生制度如同中世纪的学徒制，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没有自主选择权的。轮转科室吗？新手任务：治疗病人。任务内容：为10名病人缝合伤口。任务奖励：间断垂直入式缝合专精。系统任务，奖励的这个缝合法倒是不错。常用并且实用，但是能让我这种实习生快速参与病人治疗的地方，就只有急诊科。雷主任，我想去急诊科。啊，这还真是来了个不简单的家伙。林然，你起码选个手外科啊！我的天啊，这种机会你都抓不住。是啊，真的不再仔细考虑考虑啊！我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让我在10天内完成任务。你们几个实习生好好待在休息室里，没人叫你们不许擅自离开，不许接触病人，也不允许回答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问题，听懂了吧？李姐，又送人来了，要不要帮忙啊？我在这坐的屁股都快长毛了。行了行了，现在没你们的活，我去忙了，千万不要惹事啊！哎呀，怎么又没活啊？太难了！哎呀，好多人啊！他们也是实习生，他们是住院医师，恐怕都是来蹭手术的。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巴不得人人健康呢。但这样我们手术量很难积累的。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如果抱着没有手术量也无所谓的态度，实习完了就准备去垃圾医院吧。保护我方设施。紧急情况，你们谁会缝合？我会。
选我去！王护士，王美女，求给个机会啊！在下也愿意效劳。好好好，我看看啊。Oh my god， 是来教教这群人表情管理啊。还算有个正常的。仔细一看，他好高，好帅啊！不知道医术如何。buff 给我，谢谢。那个高个子的同学，你会缝合的吧？会的。那你跟我来。我的发，干嘛选他呀？是什么样的病人？一个40、50岁的大娘，摔倒之后被树枝戳穿了手掌。周医生，人我带来了。速度帮我清创，用0.9的氯化钠对络合碘。麻醉剂拿来了吗？啊？拿了，2%的利多卡因。没问题。王家找过来的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很是认真嘛，不错不错。打麻醉药的动作看似简单，实际打对位置却不易。如果伤到神经，后果可能非常严重。重洗。你伤口上沾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多清洗2轮再缝合，别着急哈。不着急，不着急。周医生看起来很好说话，好不容易从休息室出来，又遇到一个好说话的医生，此时不提要求更待何时？系统的任务还挂着呢，这次如果能完美完成，说不定能得到更有用的奖励。周医生，缝合可以让我来完成吗？行吧。哎呀，年轻人不容易啊，能帮一把是一把。这种小手术啊，只要做好了清创，按部就班的操作，一般出不了什么岔子。更何况，我就在身边，有问题随时都能问。趁这机会，赶紧你也休息一会儿吧。周医生，已经缝好了，你看看怎么样？缝好了，这么快啊！哎呦，这小伙子可别为了秀速度乱缝啊！赶紧看看。万一，这简直太完美了吧！哎呀，我在急诊室这么多年，见过的外科快手也不少啊。传说中突发主动脉破裂2分钟缝合的神人也是有的，但他这速度也太夸张了。小伙子，你到底是……好耀眼呐！难道他是某个地方医院的高手来云环镀金交流的？周医生，你有空吗？3床来了个病人，他……破医院总算来人了，老子血都快流光了。哎呀，伤得很严重啊！你们快腾出地方来，不然我怎么操作啊？哇，跟着周医生，说不定今天还能有机会。给你腾好了，弄不好你也别想好。哎呀，这伤挺麻烦的呀，这帮人又很难对付的样子。刚好外院高手想来炫技，就给他一个难的吧。小玲啊，缝合，要不你来？好好，果然，跟着周医生可真好。患者，麻烦向侧面转一下，这样好缝一点。换了个愣头青来是几个意思？告诉你，老子去过的医院可多了去了。今天我这口子要是缝得不好，你们都别想好过。请不要乱动，会影响伤口缝合后的美观程度。哼，玲，您什么您？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真要是弄不好，你叫爷都没用。慢着，喂，你那是什么表情？看得我很不爽，你知道吗？你的伤口已经缝好了。啊，缝好了？这才过了多久？你开什么玩笑呢？稍等一下，别给我得寸进尺啊，你小子！在学校练习缝合时，最怕看见同学将橡胶皮给缝出凸点。虽然不怎么影响伤口愈合，但这样的缝合一点都不美型。好了没啊？很好，完全没有凸点，挺完美的。你看一下吧。哼，要是弄不好，你们就死定了。哎呀，
在病患说话间完成伤口缝合，病患丝毫没有察觉。这么犀利的操作，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啊！如此高难度的缝合技术，用在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上，实在是有些浪费啊！缝得比砍的时候还快，缝得又好，对得又齐。这位医生，给张名片吧。以后我和兄弟们有事都来找你。我没有名片，你先坐下，还没有包扎呢。缝得这么好，还包什么扎？小子，我很认可你。我受伤的时候会再来找你的。兄弟们，走，跟我砍回去！砍回去！砍回去！好在进度有积累上，照这个速度做下去，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都跟你说了，你如果想蹭手术的话，跟着我是没什么用的。别啊，王护士，王美女，你看这边伤患这么多，我完全可以给周医生搭把手啊。周医生已经被赶走，不是，去休息了。那些人点名要林医生帮他们处理伤口。啥？都来看急诊了，还要挑医生？人家就是要挑，你能怎么办？林医生，真不好意思，又要拜托你了。我这兄弟的伤有点麻烦，也只有你才能帮到他了。听闻林医生医术超群，其实我这伤口问题倒不大，只是想请你保住我这个雄鹿纹身。这是鹿？现在看着的确是不太像，因为这是洗了之后的样子。以前这里的鹿角被一个白痴医生给缝偏了，只能洗成了独角兽。林医生到底是谁啊？现在伤口比较大，肌肉组织都翻起来了，如果不注意，缝合后纹身图案很可能又会走形。是啊，我不想再去洗和改了。林医生，拜托你帮我保住这个纹身吧。没事，兄弟，我不嫌弃你。好的，我知道了。那就交给您了。啊，你不是那个实习生吗？你谁啊？没看到林医生正在做手术吗？嚷嚷什么？对不起啊。马上就好了。哇，林医生果然名不虚传啊！这根本就看不出来缝过嘛！我的雄鹿保住了！这家伙可真夸张，怎么可能看不出缝合痕迹呢？是你眼瞎了吧？何况以一个实习生的手法，等等，这缝过的部分居然跟画上去的一样。林医生，你缝的也太好了吧？这是怎么练出来的？新手礼包送的。新手礼包？糟糕，好像说错话了。林医生可真幽默，咱们之前见过，你和那群实习生一起来的，我还以为你也是个实习生呢。其实你是在医学院里兼职的吧？叫我林然就可以了，我的确就是个实习生。哇，真不错。注意力太集中，差点说漏嘴了。很好，只差5个了，今天一天应该就可以完成。果然很顺利，1个下午就完成了。奖励的尖端垂直入式缝合，主要是用来缝合松弛的皮肤切口的，泌尿科用的比较多。好想赶紧尝试一下新技能啊！突然对实习生活充满了期待。回来了。你的白大褂呢？怎么穿的还跟个学生似的？你呀，可得尽快有个医生的样子才行。最起码把执业医师资格证考出来，挂咱家诊所嘛。哦，好。爸这么说，应该是那熊医生又涨价了。哦呦，你是不知道啊，咱家诊所坐诊的熊医生又涨了50块每个月。你可得好好实习，争取有一天能够继承家业。果然是这样。儿子都去云华医院实习了，结果还是要回来继承家业吗？哼，扯那些有的没的干嘛？儿子，快来喝妈给你泡的茶。老林啊，儿子实习第1天，你不先关心关心儿子累不累？哎呀，我这不是在给儿子兜底吗？万一找不到工作，回来继承家业也一样的。谁让他老爹我不懂医术呢？医生，医生！怎么了？这里有医生在吗？求您赶紧救救我老板吧！他的手。老杨的手咋了？被完全砍断了吗？不会吧？难道是要截肢？
刀从案板上落下去，脑子懵了，伸手就去接，血流的有点多，你看怎么止一下？哎呀，你说说你，都削了多少年面了，怎么还这么糊涂？哎呦，伤势太重，赶紧叫辆车送大医院去吧。我堂堂下沟诊所，遇到意外割伤的病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转院，属实是有点宋医生，我来帮你吧。新手任务：小试身手。任务内容：医治杨中树的手，并获得满意的疗效。任务奖励：获得初级宝箱1只。获得满意的疗效，看来得得到病人的认同才行。小玲这不才毕业刚实习1天吗？帮什么忙？不过老杨一直流血也不是办法，得先简单处理处理。娟子，快出来帮忙！让让，来了来了，熊医生，有啥需要俺帮忙？帮我拿下双氧水。OK。我想帮你简单处理一下，消毒哈。持针器，无指念，有指念，腕剪、指剪、组织剪、血管钳、步经钳，很好。手术道具齐全，足够完成让病人满意的疗效。啊？怎么还洗上手了？这孩子难道打算自己动刀？那个小然啊，咱们给患者做一个简单的消毒和止血就可以了。他这刀割伤，清创是简单，但伤处比较深，很可能已经伤到肌腱了。最好啊，还是去云华医院看。只是手掌割伤，没有斩断，不算太重，我来接手吧。说的也是，抱着大出血的伤口颠簸10几公里去云华，说不定更危险。令然，咱们还是以稳妥为主哈。清创以后再打麻药，不宜2次感染，会有些疼，你忍着点。娟子姐，麻烦给我拿2%的利多卡因，稀释到1%。另外，多准备一点双氧水和络合碘。拿来了。令然，我说咱们还是……快看，开始缝断手了。嘘，别瞎说，人家老杨的手没有断。肌腱斩断会影响手部功能，若是缝合不好，以后握持无力，有可能再也无法做精细的工作了。肌腱缝合在急诊科或许算个挑战，但对于手外科来说，就只是普通业务。如果把杨老板送到医院，可能会得到较为理想的缝合，也有可能只得到平均水平的医疗服务。而我就算没有系统，平日里成百上千次的训练也不是白费的。我相信自己的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负面激励。缝好了。这简直太完美了！普通医学院的实习生毕业到医院做2年培训生，再做2年的住院医，说不定都不能独立做这样的缝合。云大医学院这么牛吗？现在给你包扎，记住，伤口不要见水，还得按时换药。啊，这么简单就弄好了，缝的没问题吧？好，儿子，你这个水平够资格来咱家诊所坐诊了。没空，我还得实习呢。能帮忙省点薪水也好嘛。不行，薪水1毛钱都不能少。爸，你没事吧？这么重的伤，怎么能在这小诊所里缝合？手废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啊！胡子，你不要着急，人家已经缝好了，没事了。怎么不急？爸，你靠手吃饭的，要是恢复不了正常功能，他们等着养你一辈子吧。手术很顺利，你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只要术后注意活动复健，恢复正常功能的概率很高。就是说，还有恢复不了的可能喽。恢复不了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几率很低嘛。你爸爸的伤呢，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我们有能力处理就处理了，总不能一直看着他流血吧？小杨，你不要着急，不放心就带你爸去医院检查一下，查好了没问题，再来我们这边结医药费，行吗？真话反话都被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我现在就带我爸去大医院做检查，
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出问题就算了，要是出了问题，哼！系统没有变化，看来要等他们做完了检查，才算是完成任务了。敢让刚毕业的实习生做这种手术，这破诊所！哼，爸，要是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你这事有问题，我跟那林然没完！林然，看来这里就是下钩诊所了。谁呀？医生刚刚下班了，急诊的话要去医院。啊？你有什么病啊？你才有病呢！我找林然，他是住在这里吗？别乱想啊！喏，林然缝好了我哥的伤口，我哥说送条鱼感谢他，现在能叫他出来了吧？啊！实习第1天就能上手术台了，真不愧是我儿子！儿子，有个姑娘过来找你。爸，你好吵啊！又怎么了？他说他是替他哥来的。你哥是谁啊？我哥叫卢海山，身上纹了只雄鹿。今天白天你帮他缝合过伤口。哦，是他啊。你们平时吃三文鱼吗？我来帮你们处理吧。儿子，哪里认识的漂亮姑娘呀？我不认识她。哼，跟妈还不说实话。好了，尝尝看怎么样？比我们自己在超市买的要鲜甜很多，好吃。云华最好的三文鱼货源在我们家，其他地方的肯定没我们家的新鲜。阿姨，你也尝尝。哎呀，谢谢。怎么样？味道好吗？哎呀，好吃好吃。我来做你儿媳妇怎么样？天天给您做好吃的。这小姑娘也太直率了吧！开个玩笑，阿姨您别紧张，我还没准备好嫁人呢。这样啊？对了，我们正准备吃饭，要不你也留下来对付一口？老林，我们复查回来了。啊，老杨，医生是怎么说的？没啥问题吧？哎呀，这么重的伤怎么能在小诊所里缝合呢？够下啊！听名字难道是日本人开的？啊，这种程度的缝合，真的是小诊所里的大夫做的？人家说我这手恢复功能完全没问题，多亏林然缝得好。虎子之前闹腾的厉害，我就想特地过来道个歉。有过节哦，算不上。要是有得罪你的人就说，我和我哥在云华还是有些手段的。你们可别做违法犯罪的事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合法手段都是合法手段。你们不是要道歉吗？快点呀！谁呀你？虎子，把东西拿出来。妙手回春，好，算是对林然最好的褒奖了。以后谁要是觉得林然年轻，就给他看看这个。送锦旗是个好事，咱们应该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就不说道歉不道歉的话了。啊，老婆又想干嘛？老林，去周老头家里拿2挂鞭炮来，挂锦旗没响动有什么意思？嘿嘿嘿，好。新手任务小试身手完成，医治杨中树的手，并获得了满意的疗效，获得初级宝箱1只。看来这宝箱和系统一样，只有我能看到。精力药剂，服用后可将精力恢复到100%。没想到奖励中还包含真实的物品。敌方正在大杀特杀。今天真的很闲呐！闲得蛋疼。呸！
医院这破地方很邪门的，一说钱准要忙起来。新手任务：治疗病人，1天内完成多次治疗，每完成10次治疗，奖励初级宝箱1只。还真来活了。照理来说，10次还是很容易完成的，只可惜今天太闲了。紧急情况，住院医们赶紧跟我来，林然也是。成交工厂发生重大事故，初步估计是锅炉爆炸造成的。现在有很多伤者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会到达。凌然，一会儿你跟紧我，听指挥做事。明白。来了，快上去帮忙！这名患者情况很严重，需要安排抢救。快送请救治！第2车也送抢救室。周医生，后面那车什么情况？还好，只是眉骨撕裂。送处置室吧。周医生，交给你了。凌然，我们走。清创完毕，缝合就交给你了。我准备好了，开始缝合。林医生，别把力气都用完了，后面还有很多车病人。今天是到云华以来急诊室最忙碌的一天，竟然还会来救护车。放心吧，我没问题。不嫌累，不怕忙。林医生果然和那些装模作样的男人不一样。周医生，新的病人送来了。又来了，保守估计还会有5、6个。之后普通病人应该是不会再送了。重症又距离近的，估计还是会分过来。不过再来的话，我们也要忙不过来了吧？这么说来，要是出现忙不过来的情况，我处理好了分配给我们的病人之后，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光是送来的病人就得忙死了，结束后不想着休息，而是去帮助别人。凌然这小子可真不错呀，主动帮忙的话，没有人会拦着。那我们就加快速度。好。我说的是凌然，不包括你。你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吧。很严重，整条腿连续10几个伤口，深浅不一，得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较长处的伤口用单纯间断缝合，浅表性伤口用单纯连续缝合，张力大的伤口用10字缝合，膝盖下方的伤口用连续锁边缝合。OK， 缝合完成。凌然这小子技术丰富，选择正确，还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医生啊，您表情怎么这么严肃？莫不是缝的有问题？放心吧，缝得相当好。医生，您的表情转换的也太快了，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呢？你多虑了，还是让你自己亲眼看看吧。那个王佳，你过来。给这位病患的缝合拍下照啊！不瞒你说，这照片以后都可以拿给实习生做教学了。真的，缝的有那么好，太棒了！那是自然，我们这位林医生的技术可是相当的出类拔萃。凌然，你这边忙完了吧？那一床也交给你了啊。好的。对了，缝合好那一床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随便缝其他人了？你千万不要自己去找人啊，要通过护士叫。为什么？如果你直接在人群里挑人来做缝合，你猜其他群众会不会直接把你围住啊？原来如此，工厂爆炸是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病患们今天不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治疗，而且马上数倍于病患数量的家属们就会赶到，医生在人群中将疲于应付心急如焚的病患家属们，反而会减慢治疗病人的速度。凌然啊，你就坐着别跑了。王佳，一会你去叫病人。一会儿点人，你有什么要求？最好是只需要单纯缝合的，比如意外伤导致的组织撕裂之类。另外，尽可能选择可以快速处理的伤者。这个标准好，不急功近利。林医生，新的患者来了。好的，交给我吧。完成。连续2次都拿到了精力药剂，仅任务难度来说是很低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手期的福利？凌然，你又忙完了是吧？来这里，我已经把杂活做完了，
缝合就交给你了。是。凌然可是我们急诊科的缝合能手，比我做的都好，你就放心享受吧啊！咱能享受个别的吗？还有啊，那位医生这么年轻，是不是真的能行啊？只要不是脑袋直接被砍了，任何部位的缝合我都行。新手任务再次完成。任务奖励能重复呢？急诊室可不是每天都能这么忙的。今天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浪费。不仅系统奖励要多拿，更要努力去积攒手术量。主任和副主任医师们都去处理危重病人了，滞留了大量的病人给小医生们，但拥堵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接下来如果没有更多的重病号送过来，主任和副主任医师以及大量的资深主治配套的住院医就该陆陆续续的出来了。也就是说，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想完成更多次数的任务，需要找人帮忙。哎，周医生，我能否找人来帮忙？你还需要人帮忙？做什么？林医生，你也喝口水吧。哦，谢谢。刚才周医生你清创包扎，我缝合，我俩的配合就比我们分别单独做全程的速度要快。我想了一下，如果再把工序细分，找一人来清创，一个人包扎，我只负责缝合。如果能进行这样的分工合作，速度就可以达到最快。嘿，你小子啊，想让我帮你来清创啊？哦，周医生您愿意帮忙当然是最好的。其实我只是想喊几个实习生来帮忙。我懂了，我懂了。那你想给机会的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啊？都可以。要不还是叫我室友来吧。今天病人确实多了点，外面空着的也只有实习生了。叫他们帮忙也行，但得提前向所在科室的带队医生说明一下啊。明白。老凌，不愧是兄弟，够意思啊！哎，你老实说，不会是给医生送礼了吧？花了多少钱？我来出好了。没有花钱，没有送礼。再说送礼有用吗？别整那些不良风气。说正经的，现在需要一个清创，一个包扎，你们自己选吧。我负责包扎吧，清创太恶心了。哼，老凌好不容易把我们弄出来，这次我不挑。那不多说了，咱们一起拿下这条缝合流水线。林医生，又有一名新患者来了。病人请先来这边做下清创吧。王佳，麻烦你继续去叫别的病人。好的。这位病人，你可以去找那边的医生了。老凌，到你了。你的伤不是很重，先别动，马上就好。大医院就是大医院，感觉好专业呀。缝合完成，可以包扎了。不错，包扎也是又快又好。我这环节不管是效率还是质量，都不会比你差的。切，很顺利，和我设想的一模一样。接下来就看王家那边叫病人的速度了。嘿，凌然这小子，缝合流水线，真亏他想得出来啊。林医生。王佳，怎么了？大家不要急，医生是在这边，这边。大家？是的，这些病人都要拜托林医生了。既然如此，趁着主任、副主任医师、资深主治与配套住院医们都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就将轻伤病人们一扫而光。果然啊，林医生任何时候都与别的医生不一样。哎呀，还有多少病人？剩下的全都是内科病人了。啊，这样啊，还想和老凌一起鏖战300回合呢？啊，我也 OK 的，只要有需要的话。话说林医生，你们还不下班吗？还差2个才能凑够40，先休息一会儿，再缝2个就回去。哎，老凌，一会儿要是有机会，让我也上手缝2针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几个都忙活半天了，赶紧去吃点东西吧啊！周医生，一起啊？我就不了啊，主任们都还没下班呢，你们自己去吧。不是吧，老凌又要放毒啊？大学几年了，你们又不是第一次见我妈的风格。哇哦，林哥哥，今儿能赏小的几个菜啊？别贫嘴了，又不是不让你们吃。喂，林然，是我，卢金玲。金玲，
卢精灵加罗海山等于皮开肉绽的伤口乘以2，等于系统进度达成40。喂，你大哥又受伤了吗？我大哥没受伤。那是你哥弄伤别人了？也没有。不会是你受伤了吧？林然他在关心我，是我们有人受伤了，稍后我再联系你。二臭，我记得你说今晚有人去砸皮狗子的夜场来着。是啊，咋啦？精灵姐，皮狗子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看热闹就看啊，千万别掺和啊！我才不掺和呢，主要是他们到底准不准时啊？放心，出来混的最讲信用，说几点就是几点。你看啊，马上。哼，疼死我了！哎呦啊！二臭，你看到了没？那个，还有那个，把那几个受伤比较轻的都给我拉走。啥？他还只是一名实习生，应该处理不了太重的伤情。我真是体贴呢。这是林然，我给你带了一车的患者，你看够不够？林哥哥又来了这么多呀，让我也缝2个呗。你们谁啊？别在这捣乱！林然，不够的话，我再拉一车过来。一天10几个小时下来，他们都累坏了。如果不是2小时前喝下的精力药剂，估计我现在也和他们差不多了。这东西的效果还真不错。我现在完全是睡了个好觉再早起的状态，还能继续做下去。这都第几个了？至少50个了吧？电子病历里有更新报告的。一直没睡啊？年轻人可真有体。哎，等等，他还有空写报告？人家实力摆在那儿，不然一个实习生怎么会有其他人打下手呢？那你们怎么不去帮忙啊？哎，主任来了。不是我们不帮忙，是伤者们都指定要林然处理啊。定，这里是医院，又不是洗脚城，简直是胡来。开始缝合了，你别动哈。缝了50个，哼，外科手术最忌贪多求快。虽然这是第52名患者，但有精力药剂的加持，我没问题。动作还算准确，况且我如此近距离的施加压力，他还能心无旁骛，将节奏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不错。那么各个环节的应对如何呢？局麻位置、创口的清理、皮缘对齐，不错。很标准的间断缝合术，但病人是不会按照教科书上的规定来受伤的。医生想照猫画虎似的做一条教科书式的缝线，几乎不可能。林然这小子连续缝合了10几个小时，居然还能做到如此标准。缝合完成。霍主任，您什么时候来的？这小子，周医生。在。你检查一下林然的手术记录，要是没问题的话，林然，明天早点来，让你跟1天手术。好的。啊，实习生都能跟霍主任1天手术，这和买彩票中500万有什么区别？羡慕啊！1级技能书可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等级。完美级是超越了大师级的最高状态，那会是什么水平？作为云华市最好的大型3甲医院之一，里面只有个位数的医生缝合技术能称得上是大师级，整个云华市估计也不会有几个人能够有这种水平。那么就将缝合术提升至完美级了？不，缝合术只能从大师到完美，不如提升别的技术，一下子从最基础到完美，这样才能效率最大化。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看来现在只能选择基础外科。这都是外科的基本操作。不过理论上，一名外科医生学好这6大基本操作，就算得上是外科名医了。我目前最需要的项目，大概是止血吧，和新手大礼包不同，只能在这4个项目中选择一样。在急诊科能立即用得上的就是这个了。徒手止血已提升至完美级。
拇指和食指做整指平压，以指尖的压力平衡，达到压迫止血的目的。对，就是这个感觉。不过，一天一夜的缝合下来，还是稍微有点困了。时间差不多了。霍主任来了，那么先从巡房开始吧。小玲，这位是你的病人，你来介绍一下情况吧。是，患者女性，19岁，既往体健，本次因自楼梯上摔下造成肘部撕裂，从而进行青创缝合，伤口撕裂面积偏大，用粗线的话，留的疤痕会很明显，可能影响患者日后的生活。我选用的是直径0.15毫米的0号线，其张力强度足够，只要避免活动，保证伤口不崩裂，就不用太过担心。考虑伤疤可以，但是产生伤疤的原因有很多，但从这个角度出发，选择0号线并不可取。那大夫，我女儿的胳膊是有什么问题吗？哎，病人家属莫慌。林然，你讲讲更具体的考量吧。我采取的是间断缝合，只要注意好进针的角度和深度，打结的部位在缝合后会呈隆起状态，这样在疤痕形成前就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而且，患者有皮肤缺损的情况，打结不能太紧，要避免伤口周围的血循环变差，从而导致愈合延迟。之后只要注意拆线，就能最大程度上减少疤痕组织的增生。哇，说得好，林医生好有安全感。都听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就好，但谁都不准学。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就行，但是谁都不准学。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遮掩伤疤的方法有很多，但作为手外科的医生，你们需要优先考量的，应当是如何安全又快速地完成治疗。可我并不想留下伤疤。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林然的做法就是错的。他的那些道理与考量之所以可以执行，是因为他艺高人胆大。其他水平不够的，就别想多了。先把伤口给我缝好，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林然，赶紧帮病人换药吧。是。还不赶紧向人家道谢？谢谢林医生。不用这么客气的。新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居然还有成就系统，不知道这次的宝箱又会奖励什么好东西。我要给你上药了，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痛感哈。OK， 换好药了，接下来的几天一定要注意伤口不能见水，最后只要按时拆线，疤痕就会很浅。好，医生，等到拆线的时候能在其他地方进行吗？其实家里离这里的距离还挺远的。拆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可我拆线的时候也想来找医生你。找我当然也可以啊，只是到时候我不一定当班。没关系，我会一直等到你上班的。拆线可不能等，可以略微提前，但是绝不能延迟，明白了吗？我们明白了，我们一定会按时拆线，一定会的。好了，留观室处理完了，接下来是抢救室。是。心率稳定，呼吸正常，各项指标也在逐渐恢复，很好。下一个，头部的损伤比较严重，有待观察。下一个，你需要多补充营养和能量，及时观察皮肤情况。下一个。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医生，快来呀！情况有些差，需要马上进行抢救。小张、小邹，赶紧把除产仪给拿来。来了。建立静脉通路，准备输液。是。无菌丹已备好，除产仪已备好。药都拿齐了吗？拿齐了。林然，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用药？先用肾上腺素以及利多卡因净推，然后嘛，葡萄糖注射液和利多卡因净点。药别搞错了，先用肾上腺素，然后是利多卡因净推。
不好，病人心跳停止了。快，赶紧把除产液给打开！5%的葡萄糖液，还有250毫克的利多卡因经典，快！如此标准的抢救程序，真不愧是经历过抢救一线磨练的医生。血压恢复正常指数，心电图也稳定下来了。还好还好。你的选择很正确，说说看，为何要用利多卡因？因为利多卡因具有很强的抗心率失常效果，一般是这类情况的首选。不错，还有呢？还有，我记得准备考试的那时候应该背过，应该是，还有抗菌活性以及脑保护的作用。抢救中采用利多卡因，还要考虑它能够预防炎症反应。平时有看文献吗？文献吗？很少。回去以后每天至少2篇文献。接下来跟我去那边吧。没问题。抢救室的情况果然不一般，2个小时下来我就头昏脑胀的了。如果还要继续巡查，就得服用精力药剂了。霍主任这个年纪，精神居然比我还要好，完全看不出来疲态。主任级别果然都是很强的医生。林然啊，你看这。抢救室准备，车祸病人，5分钟后就到。什么？你们几个跟我去接车。是。让一让，让一让。霍主任，这名病人是车祸受的伤，腹部有20厘米的开放性伤口。病人的部分肠管、大网膜外露，有活动性出血，已经用无菌敷料保护肠管了。这个出血量，快点快点！在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左侧3至12肋骨错位明显，心率105，出血严重，要马上进行输血。现在就抽筋脉血，急查血糖规、肾功能、血型电解质、输血前4项以及凝血功能。建第2静脉通路500毫升林格试液，奥美拉唑针10毫升，生理盐水10毫升，一路进推。你继续抢救吧，我先去跟病人的家属谈谈。是。林然，你跟着我。哦。在急诊室工作，医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与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关系。现在一口气跟你说太多，估计你也记不住。等会儿你先不要说话，多看多记就可以了。是。医生，我丈夫他怎么样了？还在抢救中，我是主管医生，需要向你问几个问题。病人他有没有肝病或者其他慢性病？有酒精肝，我老公是做销售的，有3高的问题。就这些，没有其他的了？没有，我们每年都去体检，有问题肯定会知道的。那有没有乙肝等问题？没有。其他传染病呢？我们需要全面掌握病人的情况。这些都没有。主任的询问是固定程式，知道病人有做定期体检，那慢性病过敏症就很容易知道，反而是传染病，往往容易被当事人隐藏，得问仔细些才行。病人失血较多，需要给他输血。你这边签了输血同意书，去那边交钱就可以了。这边请，我带您去。你以后一定也得记得，必须先让病人家属签署同意书。明白。那听了我刚才和病人之间的谈话，你有没有什么感悟？学习了谈话节奏，还有就是态度一定要坚决。没错，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给病人家属不必要的幻想。是。霍主任，您总算回来了。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血完全止不住。你先冷静一下，仔细说说你都用了些什么。击注了利之血，用了冰盐水和去甲肾上腺素，加急申请了同型的红细胞和血浆，还用了多巴胺针，目前已经输液1400毫升了。准备紧急手术，开腹探查，增加补液量。现在就要开腹检查吗？目前还不能确认出血点是否在腹中。不好，病人休克了。借点地方。急诊室接触患者多，平时用酒精凝胶擦擦手，自然风干就行了。不然你洗手次数太多，手很容易掉皮的。等一下要干什么？准备上手术。什么手术？不会是那台吧？那种手术能跑跑腿都算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得了手术？大家知道霍主任很看重你，可就算再看重，也不可能让你在病危病人身上失手啊！想什么呢？
小玲她刚开始实习，这种事情以后自然就懂了。周医生，那小子不被霍主任赶出来都不错了，失血性休克，都马上要开腹检查了，他个愣头青还硬往上瞎凑，装什么大？我勒个去！你鬼叫什么呢？急诊室里别大呼小。我勒个去！李然，你疯了吗？他到底在干嘛？竟然在没有输液的情况下直接操作，还是徒手！天哪，这是谋杀现场吗？李然，你赶紧给我松手！松手！没问题的，我没问题的。完美级徒手止血开始。患者肝包膜下出血，位置不好，很难缝合。不快点止住的话，失血量就太大了。出血点找到了，四肢虚握固定住肝脏，小指用来压迫出血点，止血肯定是没问题的。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这家伙是在用徒手止血法，但是血真的止住了吗？病人现在情况如何？血真的止住了。好家伙，但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连军队医院里都极其少见。他一个实习生。主任，接下来按什么程序走？徒手止血只是暂时控制住了大出血，接下来还是要进行手术的。李然，姿势保持好，别碰到病人的其他器官。咱们火速拿下这台手术。李然，保持好姿势，别碰到病人的其他脏器。是，没想到我的第一次手术室经历，竟然是以医疗附属物的形式存在的。好累啊，手都麻了。患者的生命指征已经平稳了。李然，你是怎么知道出血点在肝包膜的？患者出血量大，腹部基本暴露，但又没有血胸等问题，于是我注意观察到了血涌的情况。没想到获得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后，还因此增加了相应的肌肉记忆和相关的知识储备。不仅手法，连知识储备以及应变能力都已经是顶级医生的水平了。之前只是觉得林然这家伙还不错，没想到竟是个天才。这些你是从哪里学的？我是在自家诊所里学的。自家诊所？哦，叫下沟诊所。哦，是离咱们医院不远的下沟巷里的社区诊所吗？那里经常往咱们急诊科送病人来着，没发现有你这种技术的。我是跟坐堂医生学的，想不到主任居然知道我家的小诊所。一个小诊所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坐堂医生，你学了多久？1个月左右吧。仅仅1个月就能学会这种级别的徒手止血？这种技能学习主要得看天赋，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啊？肝脏的状态很不错。主任缝得完美，患者运气也好，这一下应该不会影响功能了。不仅如此，之前徒手止血的手法也很重要，但是手法再好，也必须按照规定来操作，明白了吗？这才对嘛，主任，您就得让这小子好好学学规矩。是，只要符合操作流程的规定，都必须遵循。啥意思？只愿意遵守技术流程，那行政流程呢？听这话好像是不打算遵循了。一般来说，用手捏肝脏很容易把肝脏伤到，搞出肝胆科的并发症。你刚才的手法挺讲究，血运很畅通，用的是指腹吗？我手伸进去的时候位置不是很好，所以用的是小拇指第2节的指腹内侧。然后呢？用全手包住肝脏吗？不是，我是用指节虚控住，防止脏器偏移，降低对肝脏的2次伤害。这样啊，虚握，解决脏器偏移的问题，最大程度降低2次伤害。而小拇指的灵活与否，是过去100年来困扰外科医生的大问题。到了我这把年纪，这手法估计很难学会了。这小子既然是个人才，不妨再多教点吧。李然，一会儿你来观复，没问题吧？好的。刚来的实习生，第一次进手术室就负责观复。我第一次观复可是在正式工作快1年的时候啊！现在还能回想起自己战战兢兢的蠢样和周围同事的不爽。可这小子为什么能保持这种冷静又不蠢，甚至还有点帅的样子？清点2遍完成，所有纱布都在了。开始观复吧。是。持针前。这里。首先需要缝合的是最底层的腹膜，这里不用考虑美观的问题。接下来是腹直肌前翘，
最后要缝合的是皮下和皮肤。第一次观复，不可能一点瑕疵和纰漏都没有。大家都是从错误中过来的，在手术室中挨骂才能成长。等等，这，OK， 观复完成。我的天，这真是刚毕业的实习生啊！什么从错误中过来，什么挨骂才能成长？哎，还真是有开挂的人存在啊！你说啥？啊，我说小林他做的挺好的。他就是少了点经验，你有空多带带他。主任放心，交给我好了。还有我的，他哪里像没经验的？等等，主任，这台手术可是无数页徒手止血，用的还是小拇指内侧第2节指腹。对呀，出了手术室，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投 SCI。哎，可惜林然还是个实习生，不懂这些，根本体现不出手术的价值。林然，你会写论文吗？论文吗？林然，你会写论文吗？论文？任务完成1篇论文，任务奖励终极宝箱。又是终极宝箱，上个终极宝箱一开，可就是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啊！比起只开出过精力药剂的初级宝箱，终极宝箱的奖励真是好太多了。更何况论文本来就是要写的，现在省去了找病例的步骤，还能多得一个终极宝箱，压根就不需要多想。好，写，我写。我是问你会不会，不是问你写不写。不过这回答我懂了，就是不会吧。虽然我挺想教你的，不过现在我的确是空不出来时间帮你做这些基础补习。周医生，你是林然的代教老师，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好。林然啊，霍主任让你写论文，是答应给你第1作者了。主任提到的是无数野下徒手局部压迫止血，进行肝脏缝合，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哇，这么硬的主题呀！你小子的运气是真的好啊！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第1作者的事儿，咱俩谁跟谁呀？就别在我面前装懵懂无知了啊！你小子还真的是啥也不知道啊！哎呀，听我跟你讲哈，咱们云华是省属医院，所以咱们急诊科的主任一向都是昌西省医学会的常务委员，也是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的委员。这么说吧，霍主任就是咱们云华市急诊学的头牌，是省内急诊界响当当的红人，身份和地位举足轻重。他要你写的论文，你这个论文80%就算是已经发出去了。如果还能拿到第1作者的署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霍主任是头牌，急诊界的大红人。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到的。哎呀，你这小子脑子里只有做手术吗？哎呀，算了，论文的事你自己先回去好好想想吧。怎么了吗？没什么。来了，林然。霍主任。还好没找我。这是昨天的记录，你稍后检查一下。好的。林然呐，虽然不得不承认你有2把刷子，但现在大家对你除了佩服，更多的是害怕呀。无数野徒手止血什么的，你的技术的确已经强得夸张，但现在都是首诊负责制，你一个实习生再厉害也是有限的。万一你失败了呢？一旦真的发生，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担得起你自作主张的后果。所以林然呐，在你没有改掉恃才傲物、不懂规矩的习惯之前，我们还是各走各的道吧。对了，今天抢救室谁带林然？看来他们今天都没什么空，林然就继续跟着我吧。好。马上下班了，最后再来看下病人的术后情况吧。林医生，林医生，谢谢您救了我们教练。是啊，我们真的没想到，好好的人突然就被车给撞了，真是……嘘，不要激动，声音小一点。
让他好好静养。还有，你们教练不能算是我救的，是我们霍主任主的刀。您就别谦虚了，视频我们都看了，要不是您当时果断跳上去给他止血，我们教练说不定已经……视频？什么视频？看样子林医生还没看过自己救人的那个视频吧？你看，患者是肝包膜下出血。林然姿势保持好，别碰到病人的其他脏器。真的是太感谢林医生您了。你们是在哪里看到的视频？聊天群、社交圈、论坛也有，现在基本上全网都已经传疯了，到处都在议论您。您现在可是网红医生啊！而且林医生长得也贼帅呀，简直是网红本王，不像我们几个臭打游戏的。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男人，如果恭维话里只有长得帅这么一个单薄的点，会让人尴尬的。这傻子，看我来化解尴尬。对了，林医生，我们几个是云巅俱乐部的，就是云华市组建的那个电竞俱乐部。哦，那你们玩王者荣誉？您还别说，我们俱乐部今年主攻的就是王者荣誉。林医生你也玩吧？有空会打2把。那太好了，咱加个好友，改天带你上班。王者不敢说，钻石什么的轻轻松松，只要你有空。我现在就有，等我2分钟。医生不能在病房里玩游戏，我得先回休息室。我加你们吧。好啊，本来只是想意思下而已，想不到林医生这么积极。对了，林医生现在是什么段位啊？倔强青铜3。友方正在大杀特杀。哦，好强啊！咱们分工合作带好林医生啊，不必让他玩的尽兴。为了教练，用了。5连胜，快白赢了！啊，愉快愉快。接下来该办正事了。医生好帅啊！这个医生我可以啊！我死了，心碎成渣渣。医生，快来缝合我的心吧！啊，这个长瓶是？在没有输液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能吗？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能做到的外科医生都屈指可数。视频里的年轻医生的行为简直荒唐至极。这个评论者好像还是个实名认证的大 V。齐振海，从规模和名气上来说，云华医院虽然是省内的佼佼者，但省立医院也不容小觑，里面的专家在圈内影响力极强。原来霍主任让我写论文，不仅仅是想要投 SCI， 在医学共同体中，论文是介绍自己并防御攻击的有力武器，论文就是外科医生的武器。既然如此，这篇论文是刻不容缓了。林然，这边。不好意思啊，林然。怎么了？这是你吧？是你小子吧？你都从哪儿学来的？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有多火？你到底……老王，你够了啊！今天我可没空陪你闲聊。你就跟人家说说嘛。不陪你耗了，我先回喽。大纲这么快就写好了，你昨天熬夜了？写论文也不能影响工作。哦，没问题，不会影响的。哼，年轻人就是好，熬完夜还能来工作。哎，主任，那今天还要给林然排班吗？你真当一晚不睡没关系啊？明天再给他排个班，让他长长见识。嘿，你看主任多疼你啊，怕你连熬2天受不了。得嘞，明天继续报道哈。说回这篇大纲写得还可以，考虑得很周全。林然自己加的这一小节，不仅为操作提供了正当性，还提高了文档的格调。哎呦，难得主任表扬人呢，也让我来观摩呗。哎，不错嘛，这么快就有进展了。但是林然啊，你这论文是以主任主导的手术为案例的，应该把主任也加上吧？赵医生想挂名吗？哎，我无所谓的，我就是觉得主任是案例的主导医生。这小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不能问问题啊？论文都还没写出来呢，用不着急着讨论这些。咱们科光市新来的林然，一个劲儿的冲可不够啊。小赵还有老周，
瞧你们都懒成什么样了！下个月也给我交一篇大纲上来。这都能带上我啊？行了，赶紧收拾好东西，准备查房。是。这是你缝的？哦，患者28岁，在建筑工地被钢筋戳伤，我负责的清创缝合。有什么感觉啊？没感觉啊，医生，我是该有感觉还是该没感觉啊？没感觉是好事，这个部位受伤，在局麻之后会有腰部无力、腰肢酸软的情况出现。你没感觉，说明清创和缝合做得好，是好事啊。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这是第2次获得衷心感谢成就。仔细想来，这2例都是经过霍主任认证的。果然，得跟着主任多多学习才行。反正其他人看不到，直接打开看看吧。打开宝箱。啊，这次不是精密药剂，这是专门用来缝合肌腱的技术。屈肌腱的缝合，在手外科的手术中是最困难的一种。加上之前的技能，这是要我去手外科吗？真是有趣。林然，哦，在。今天人手不够，等会儿你还是跟着周医生进抢救室吧。林然跟着好啊，我也能轻松点儿。有出血案例，不太严重的都可以交给林然，但是不能再有上次徒手那种私自行动了。哦，是呢，他那样的确是个问题啊。霍主任，论文我已经写完了，您再看看吧。论文可以慢慢写，不用急于一时。因为写得顺利，就一鼓作气完成了。可不要小看论文啊，再小的论文都是需要认真写的。比之前的版本更完善了。有意思。主任说有意思，就是相当好啊！啊，又出了一篇好文章啊！杜医生，你可是咱们科室的论文能手啊，小林还是很有悟性的，你帮着看看吧。嗨，我就是运气好，看霍主任您说的。哦，这怎么样？看来林然在徒手止血方面是真有心得，就是行文有些粗糙，英文的摘要也不太符合学术期刊的规范。行文乏善可陈，撰写的语言往好里说是朴素，往差里说是粗鄙，很多地方都可以大书特书。不过这干货满满的技术理论，还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行文确实是要改一下，英文的摘要也得调整。林然，你想往哪里发表？哦，没想过呢。没想过？那现在可以开始想了。小黄，帮林然问一下现代危重病急救医学的编辑，他们的版面费比较高，好像要5、6千，到时候写个申请单位填咱们医院，费用由科室报销。原来主任你都帮我安排好了啊，我还想啥呀？林然，你和小黄去改论文谈发表吧。杜医生，前几天工厂爆炸的烧伤病人，不是说要做个院外会诊？你记得通知医政科，把省立的齐正海也加进来。齐正海，那个省立医院的专家，跟霍主任最不对付的齐正海。现在网上到处都在评论林然徒手止血一事，那些所谓的专家很少能客观评价，大部分都在质疑，其实也是情有可原。但这个齐正海就离谱，他是直接骂，还骂得最凶。当时的主刀医生是我，估计啊，齐正海是想借着林然来对付我吧。哼，这次可得跟他好好算算账。刚说什么时候做一次立案讨论呢，就接到你们的电话了。我把本院的案子也拿过来了，一起看看吧。好啊，先去会议室吧。哼，一起看看，怕不是想炫耀吧？一会儿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哦，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就赶紧开始吧。等一下，陆海总院的刘主任还没来呢。什么？要3堂会审？看来案子不小啊！啊，
什么三方会谈？不要这么上纲上线嘛！刘主任，您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这边坐。霍从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人齐了，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吧。情况就是这样，2位危重病人的烧伤面积比较大，但基本都控制住了。没有重症，那岂不是没有我发挥的余地了？烧伤面积80%的病人不能掉以轻心，得随时有人跟着。已经安排杜医生全权负责这个案子了。哪位杜医生？是我。这位呀。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年纪太大的医生是跟不动的。老刘说话还真是不留面子。工厂爆炸是全市关注的焦点，最好找个年轻的主治，值上1个月的班，看能不能把2个病人都救活。刘主任考虑得很全面，我们之后会安排的。就这些病例了吧？那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别介。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再说个医案。患者是肝包膜下出血。这是徒手止血。是那个案子。血止住了。哎呀，怎么这就没了？好好的素材怎么拍得稀碎？这是病房里的患者拿手机拍的，想要素材以后还可以再拍。林然，把你的论文拿给刘主任他们看看。徒手止血又不是巫术，我们还想好好推广一下呢。请。没错，他就是之前我在网上批评的那个网红医生。凭什么一名冒失的医生可以当网红？就凭脸吗？看我马上找出一堆漏洞来。齐医生，你不是想知道无数野的情况下徒手止血可不可能吗？今天这篇论文有没有给你解释清楚？霍主任是什么意思啊？这条评论是你发的吧？现在你倒是告诉我一下，可能还是不可能？你是想给你的实习生出头啊？不，咱们今天是院外会诊，会诊就是相互学习，解决问题。而你，就是今天最大的问题。什么？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仗着行政职务压人的。林然是实习生，你是主任医师，你就一定有本事指点他。你懂徒手止血吗？没本事还敢妄加断言。霍主任，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你还有脸跟我提青红皂白？放年轻的时候，我打你个鼻青脸肿。打人可是不对的呀。有争执也等大家看完论文再说嘛。徒手止血我没说不行，但让实习生做徒手止血，说轻一点是医疗事故，说重了你们可是草菅人命。哼，扣帽子谁不会啊？实习生就不能做徒手止血了？视频我看了，当时做开腹探查也来得及。看了视频你就敢说？切，就你这个判断力，我看连实习生都不如。我和实习生没什么好比的。我看你是比不上。我是用不着比。那个，要不让论文作者自己来说一说？对，林然你来说。也好。好的，我就问2个问题。第一，你当时决定徒手止血的时候有几成把握？第二，有没有考虑过失败的后果？当时的情况，无论我有没有把握，都必须得采取措施。我也清楚的知道，失败会引发严重的肝衰、胆瘘、消化道出血或破裂，甚至直接导致病人死亡。既然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你还冒失的上去徒手止血？没错。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等于承认你有医疗事故。可实际上并没有事故发生啊。什么？能顺利救回病人，就说明我当时的判断并不存在问题。这个实习生竟然敢顶嘴！说得好，明明就没有事故发生。可恶！
不能被这两人牵着鼻子走，要冷静。有了，林然啊，看你年纪轻轻的，技术又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失败了，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想过。想过你还去做？难道有人命令你非做不可？这个齐振海挖坑手段倒是挺狠啊。当时的情况，只有给病人做徒手止血，才有可能挽救性命。瞻前顾后，只会白白浪费掉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医疗判断。你，好，好，好，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嘛。程序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判断好怎样才更有可能救回病人，这才是咱们的根子吧。若是为了程序合规，反而放弃掉最佳医疗方案，那就本末倒置了。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如果做开腹探查，运气好是能够找到出血点，但如果运气不好呢，那病人能不能活下来都很悬了。你得搞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最佳方案，光是墨守成规才容易草菅人命。可恶，都来围攻我是吧？不把厂子找回来，以后还怎么混？罔顾医疗程序，你连医生都做不成，一次医疗事故就能终结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没有人会不先为自己的前途考虑的。不对。在我看来，医生就像人体内的细胞，应该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帮助人的身体进行物质运输、能量转换、细胞消化与防御等等。但是，如果有细胞只是为了长久的生存下去，而失去了原本的功能，那这样的细胞就会成为害群的癌细胞。这小子是在影射我！说的太好了！老而不死是为贼，想做不倒翁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光想着怎么往上爬，倒不如趁早转去做行政的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下午还有会要开。你要走的话，我就不送了。不过齐医生，有一点要记得做哦。什么？你发的那条评论，给我删干净了。哼，霍从军，下次咱们再一决高下。那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就散会吧。会诊结束，霍主任和刘主任出去吃饭了，咱们也去吧。哦，林然，你跟我来。我怕你在办公室里说错话，你要是留在里面，肯定有人问东问西的。虽然你已经说错不少了，哼。我有说错话吗？医疗程序之类的话要少说，轮不到咱们。医患关系之类的，私下里讨论可以，但没事也别提，都敏感啊。哦，以后千万要注意哈。行了，准备准备今晚的值班吧。好的。下班，回家抓帕鲁喽！哎，今儿不是我值班，先撤了哈。这可是我的第一次值班，还有点小期待呢。注意事项就刚才那些啊，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睡觉用的被褥怎么办？护士给病房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会一起换掉的。其实急诊科夜班基本没什么机会睡觉，晚上的急诊病人还是蛮多的，起码得周医生这个级别才有可能睡个好觉。哦，我能不能睡个囫囵觉，还不是得看你们，一线搞不定的才找二线，再不济要真是麻烦到三线呢，无论哪位主任或副主任出马来了，肯定都要骂人。可不嘛，平时不骂人的主任，晚上来了都要骂人的。不想这种情况发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林然你不许独立操作，必须要其他医生授权给你做，你才能做。哦，明白。林医生，今天你值班呀？哦，请多关照。林医生，坐这里吧。哎，好。来，喝热水。多谢。林医生的皮肤好好啊，哎，是怎么保养的呀？我妈给配的洗面奶和肥皂，面霜也是她给拿的。哇，
林医生的妈妈懂保养真好啊！林妈妈好时尚啊！看起来我婆婆似乎挺好相处的样子。什么你婆婆？明明是我婆婆。林医生不用一直守在这里，有病人来的话，我们会通知你的。那刘关氏呢？那边也有值班护士看着，这会儿没什么病人，你可以先睡一觉。你对哪些症状感兴趣啊？出现了可以留给你。手部肌腱损伤吧，如果有的话，正好可以试试刚得到的汤缝合法。那我就先过去了，到时候麻烦叫我一下。哎，好的。今天的值班可真让人期待呢，说不定有机会亲眼见证林医生的英姿。虽然我们有7个人值班，但夜里真遇到什么突发事件的话，还是有够忙活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养精蓄锐。我这是睡了一夜，没有任何挑战，我的第1次值班白期待了。我回来了，还是儿子带财啊！看今天家里生意不错吧？这么多人，最近又有流感了？什么流感呢？是街坊们认咱们家的技术好，有些住上沟的都专程到咱家来看病的。爸，上沟和下沟是连着的啊。对了，那个叫卢金玲的女孩子，昨天又送来一条大鱼，你妈给编了顶遮阳帽做回礼，她喜欢的不行啊。喂，林然，你怎么不在医院啊？哦，昨天值班，今天休息。我刚刚又带了一车病人给你送急诊室了，可是你不在。一车？从小到大送儿子礼物的女同学不少啊，送病人的还真是头回听说啊。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嘛，林然？慢着，一车病人。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就是开诊所的，病人哪有往别地儿送的道理呀？手机给我，我来说。哦，小卢啊，你的病人都是什么类型的呀？哎，病人来了，别玩了。哦，爸，哦不，林叔叔。路上有点堵车，所以稍微晚了会儿。在打游戏啊？不着急，不差那几分钟。这么远的路开过来，他们都没事。哎呦，慢点啊，哥。啊，已经过来了。先回车上去。车上的时候一直催，现在又不急了。大姐，你到底闹哪样啊？臭小子，林然的游戏还没打完呢。怎么能让病人等呢？你替我打完这把吧。啊，可是我不太会这个。没关系，我也经常输的。为了林然，就算不会玩，也绝不能轻易认输。啊，等等，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这可是林然的手机啊，现在就在我手里啊。我岂不是可以骑出去看？手已经控制不住了。熊医生，你帮有淤青的病人处理一下吧。哦，好。其他的病人一个个来吧。那个，听说医生给陆王缝过他的鹿角。卢金玲他哥吗？对，是我缝的。我的这个伤口能不能请医生把它缝成那种看起来深不可测的大伤疤？大概4指宽，1掌长。一般人都希望尽可能的减少疤痕，你这是？我希望用这个大伤疤让自己看起来更 man 一点啊！哦，原来背后还有这样的深意。可以了。对，就是这种感觉。谢谢医生，缝得太到位了。获得成就，病人的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啊，这还是第一次在没有主任的情况下获得病人感谢成就。姐，这已经是第3车了。好，前1车的人大部分都开始输液了。
小卢，你都是从哪儿拉来的病人？这是刚打完架啊？是在 KTV 喝醉了的。林然不会把我当成不正经的人吧？到我了，医生。你是要缝肩膀？对，但我有个姐妹之前贪便宜用了一般的线，留下了好难看的疤痕。我肩膀经常露在外面，肯定不能留疤，要用细点的线才行。医院常用的就是这种0号线，已经很细了。再细的线没那么好控制，说不定缝到一半就得重新换线。这好像就是一般的线吧？不行，我要更细更细的那种线。这再细的线根本没办法缝啊！没问题，患者的一切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目前最细的线，娟子姐，就给我5-0的长线吧。小然，你可不要逞能啊！放心吧，熊医生，无论是5-0或6-0，甚至10-0的线，在我这里都没什么区别。哇，缝的真的超赞，一点都看不出来。我让我那些姐妹们以后都来这儿缝。哎呀，老顾客带新顾客，很快诊所的人流量就能起来。到时候再请一名兼职医生，林然上班期间诊所也能正常营业，成本又不会太高。到时候不管是报纸头条还是新闻报道，下沟诊所都将威名远扬。日进斗金的日子指日可待喽！林然，你可算来了，赵医生都快急死了。怎么了？难道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吗？有个很严重的车祸病人，目前只有2个昨天值班的住院医跟你。赵医生让你赶紧换好衣服去1号手术室担任医助。明白了，跟赵医生说下，我马上就过去。病人还有意识，瞳孔反射正常，脊柱、腹部、四肢严重受创，怀疑有腹内出血。实验室那边查血，做 X 线，超声准备 ，CT 机也推过来。心内心外的人到了吗？再催下普外和骨科，还有手外，让他们来了就赶紧进来。病人这样是没法转诊的，所有手术都在这里做。我准备剪开腿部的止血带了。患者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如果单独只看每一处的伤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用完美级徒手止血，病人不会有生命危险。季总，世界上徒手止血最强的人是谁？全世界徒手止血技术最强的人是亚当勒夫·戴维斯。完美级徒手止血还有分级，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完美级内不再分级。亚当勒夫·戴维斯开创性的徒手止血法技术被评定为传奇级，所以是世界第一。竟然还有传奇级？那我的徒手止血排名是多少？昌西竟然还有一个徒手止血更强的。林然这状态不对啊，怎么走起神了？刚才不还跟打了鸡血一样吗？林然，想什么呢？要剪止血带了。纱布压迫，快！来了。少用纱布压迫，纱布呢？你手在干什么？赵医生，血止住了。忘了，这小子是会徒手止血的。技术再好，也不能手术中开小差啊！还有，我下达什么指令的时候，你照做就好，别搞得这么吓人。赵医生是主刀，我作为医助，应该跟着他的节奏来。虽然徒手止血也是一样的效果，但遵照主刀的指示，总归是没错的。配合的真不错，没想到就连手转个方向，林然都能猜到我的想法。虽然不喜欢这小子，但有他辅助，伤口缝合快。病人血压、心跳稳定，手术做得顺到极点。整条胳膊给你来缝吧，能做到吗？没问题。组织检。怎么感觉护士给林然递器械的速度比给我的速度快啊？纱布、线剪、环剪、连环剪。一般医生谁会这样喊啊？都是要什么器械一伸手或者自己拿。配合好的护士一眼就知道医生下一步要什么。镊子，再来纱布，血管钳。有齿镊、显微眼镜。显微眼镜？慢着，林然，你要显微眼镜做什么？病人手部撕裂，需要血管吻合并肌腱缝合。谁让你做缝合肌腱的？肌腱是交给手外做的，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惹麻烦啊！停下，快给我停下！
可赵医生，你刚才不是说整条胳膊都交给我来缝吗？我是说胳膊包括手吗？不包括吗？当然不包括，我只是让你对几个创口做处理，不是让你连手部肌腱都给缝了。请给我停下！可我已经开始做了，创口伤我都处理好了，几个渗血的伤口暂时不用缝合，手部肌腱缝合我会尽快做好，不会耽搁时间。我是怕耽搁时间吗？我是怕你口出医疗事故。胳膊上的伤缝的好坏都没太大关系，手部肌腱可不一样。病人要是丧失了什么手部功能，那可就麻烦大了。听明白了吗？赶紧给我停手！不行，我正在用汤法缝合，做到一半停下来，病人的肌腱损伤就彻底不可避免了。汤法？这小子是在鄙视我吗？用汤法缝合？谁允许你用汤法缝合了？患者2区的屈肌腱断裂，正好是汤法缝合的好球区，为什么不能用？你人的手部屈肌腱共分为5大区域，2区指的是第2指节到手掌前端的部分，最为复杂，别名无人区，意为无人能在这个部位肌腱损伤的早期治疗时得到良好的效果。直到江苏南通大学的汤锦波教授开创了汤法缝合，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练功房的自我测试中，用专精的技术来缝，都能达到70%-80%的优良率，更何况是用大师级的汤法缝合，这绝对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强大控制力，不仅建立在职级上，还建立在技术水平和责任之上。下级医生犯错，上级医生能够指出并纠正，那下级医生就只能乖乖听话。而现在，我无法接受林安的操作，也就是说，我已经失去了对这台手术的控制。既然赵医生没有更好的建议，那我就继续手术了。王护士，给我皮肤拉钩、钳子，还有镊子。怎么感觉林医生似乎变成主刀医生了？立刻请霍主任到手术室来。是。我的妈呀！里面怎么那么吵？发生什么事了？我说，你会汤法缝合吗？不会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里面正在用汤法缝合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潘主任去2B进修了呀，哪有人还能做那个？你们手外科只有潘主任会做汤法缝合？是的，只有潘主任会。那里面这是？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医生应当博采众长，学习多种方案，而现实中的医生们要练习一种新技术的成本相当之高，很少有人会去学习多种并行的技术。虽然他们会了解多种方案，但只会集中全力主攻一种。而在云华的手外科，擅长并经常使用汤法缝合的只有潘副主任1位医生。你快进去看看吧，以后咱们云华就不只有潘主任能做汤法喽。真的假的呀？赵医生，什么情况？主任，林然未经允许就超范围的进行手术，还不听劝阻。糟了，林医生这下麻烦了。林然，赵医生所说的情况属实吗？是的。承认的这么果断。